我祖宗18代都是盗墓贼，却唯独对妹妹隐瞒了盗墓世家的身份，只因她从小立志要做个考古学家。哥哥，我将来要当考古学家。长大后，妹妹成了最年轻的考古博士，而我却成了全球最大的盗墓头目，是同时拥有发丘印和魔晶符的男人。而一次意外，妹妹直播把我身份曝光了，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都认为我的发丘印和魔晶符只不过是手办，毕竟盗墓九门四派只存在于传说中。然而在妹妹直播发掘秦始皇陵时，皇陵里竟然出现了只存在于电影小说里的尸鳖，他们将考古队员牢牢围住。更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尸鳖竟然对妹妹青儿很是害怕。青儿想到一个原因，她拿出背包里的发丘印伸了过去，顿时让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尸鳖都像是遇到了天敌一样退台。见此，众人趁机转身就跑，沿着隧道一路往前，直到确定尸鳖没追上来，这才长出一口气。此时队友赵瑞雪忽然想起了什么。青儿，你这不会真的是发丘印吧？从哪儿弄来的？是啊，众人才猛地反应过来，刚才要不是有张青儿手里的印章，或许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对此，张青儿也是一脸懵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东西是从我哥房间里找到的。闻言，直播间众人顿时炸开了锅。我操，发丘印，那可是发丘天官信物，从古至今就一块啊！他哥到底什么身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发丘印是发丘天官这一脉的传承信物，从古至今都只有一块，号称一印在手，鬼神皆避。我去，那他哥不会就是这一代的发丘天官吧？墓道里的张青儿等人看到这些弹幕后，也是更加懵逼了。青儿，你哥这么厉害，你怎么从来没说过？赶紧看看，还从你哥屋子里带出来别的什么东西没？毕竟他们目前处于墓道深处，很可能遇到别的危险。现在护身底牌越多越好。对此，张青儿也是不敢耽搁，连忙将背包打开。然而下一秒，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再次炸开了锅。那个黑色的吊坠是摸金校尉的信物，摸金符，还有那串铜钱，绝逼是大武帝钱，是北派禁墓的宝物。还有那把黑色的长刀，那他喵不会是黑金古刀吧？实锤了主播他哥，绝对是发丘天官。这时，一直没开口的赵浩突然说道：张青儿，我劝你赶紧把手上的东西全都交出来，我们代表国家先没收。另外，将你哥的真实身份坦白从宽，等我们从墓里出去后，立刻带着你哥去配合调查。此话一出，场面瞬间就安静了，所有人都忍不住看向了张青儿。我去，这人这么不要脸，上来就要人家的传承信仰。楼上的，你长点脑子吧。主播他哥如果真的是发丘传人，那就实锤了，是盗墓贼。咱们国家对保护文物那么看重，你觉得他哥的罪名能小吗？楼上的，你才是长点脑子吧。发丘传人是能够统领九门四派的奇人异士，咱们国家这么多束手无策的禁地古墓，你觉得国家会不需要这种人？闭嘴吧，还九门四派，你们都是盗墓小说看多了吧？再有势力能和国家斗法吗？开什么玩笑！一时间，直播间里的弹幕都纷纷吵了起来。张青儿也是皱起了眉头，不知如何是好。见此，赵瑞雪急忙解围道：这件事还没有确凿证据，万一之前的事情都是巧合呢？还需要什么巧合？刚才的尸变你们没看到？何老师，对吧？说着，赵浩就看向了一旁的两位教授。对此，两人也是一脸为难，毕竟刚才的情况他们都是亲眼所见，但如果没有这发丘印的话，或许他们早就已经死了。与此同时，北首市的一座四合院里，一名老者正看着电脑屏幕，大喊道：老刘，快来看张先生的消息了！这院子里住着的都是国家最权威的考古教授，他们曾在一次挖掘湘西大墓时得到过搬山一脉的帮助，从而得知九门四派是真实存在的。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打探九门四派，结果再也没得到多少有用的线索，只是知道了一个人，九门中人称呼他为张先生。据说这张先生是最后的发丘传人，曾以一己之力整合了快分崩离析的九门四派。要知道，他们在开发秦皇陵的这个难题上已经被困了10多年，如今意外听到九门四派之主张先生的消息，怎能不激动？从发丘印来看，跟线索差不多，可
科长巴斗才20多岁，可能是后代。始皇陵的难题困扰我们太久了，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也得试一试。家里能出现这些东西的，肯定和九门四派有关。通过这对兄妹俩，或许能找到九门四派的人帮忙等等。混账！刘明突然指着屏幕怒骂了一声，只见视频里赵浩正借题发挥威胁张青儿。见此，俩人眼中都流露出杀意。如果张青儿和张先生没关系还好说，但如果有关系，这要是让张先生和九门四派的人知道了，还怎么帮助他们？我打电话警告何洪博，通知开除这臭虫。与此同时，江西南宁市一座历史悠久的大院内，张先生妹妹出事，俺能坐视不管？二哥，爸说的对，当年张先生救过我们全族。家主，我去灵统。要说这个家族可不简单，江西杨氏表面上是经商的，拥有众多产业，可多年前就是九门四派中的南派搬山一脉，曾经跟随张先生出入过很多次大墓，在江湖中地位显赫。而此时墓道内的情况也变得更加紧张。就在何教授进退两难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喂，刘局。是，明白。谁给你的胆子？连张先生的亲妹妹都敢威胁？老师，你打我！我爸可是……从现在起，你被考古队开除！我们现在在墓道的中部，再往前走就是主墓室了。教授，您看，这是白起墓，这是启闭门，有机关，超时会自动关闭抽空器，用工具撑住即可。火把检测气体是否安全？只见墓室内部竟然坐落着非常多的棺椁。这是什么情况啊？不是白起的墓室吗？里面怎么有这么多棺材？我去，足足有9尊棺材。何教授，您说这些其他的棺椁里会不会是白起生前的亲信？不是没可能，白起这种身份的人下葬也需要人殉，他的亲信就是最好选择。不过这还只是我们的推测，一切还要等开启棺椁后才能揭晓。随即众人开始检查四周，确定没有机关后，才来到了中央的棺椁前。可这时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却纷纷发起了弹幕。我去，主播先别急着打开，人点猪鬼吹灯啊！楼上小说看多了吧？那之前塌方怎么解释？见此，张青儿哭笑不得，但如今也没空理会网友，正和队友们将棺盖微微抬起，接着轻手轻脚地放在地上，生怕破坏了棺椁内部的物品。等了2分钟，确定没有任何毒气释放出来后，他们这才回到棺椁前，朝里面看了过去。只见其中出现了一具让人瞠目结舌的尸体，身穿一袭细鳞黑铁甲胄，血肉好似蜡质一样粘在骨骼上，就算是1000年过去了，依旧没有腐烂的迹象。一时间，直播间、店里的网友都纷纷咽了口唾沫。我操，这就是杀神白起的尸身！棺椁里怎么没金银陪葬品？大家别小看棺椁里的东西，古代的武将墓里不一定有那么多金银珠宝，可真正厉害的陪葬品往往也不少。比如眼前的棺椁，这是1000年之前的金丝楠木，经过多年沉淀，已经变成阴沉木材质。还有尸身上穿的甲胄，这是铁甲。大家应该都知道，秦朝时期有青铜铸造方法，但几乎没有冶炼钢铁的手段，所以这套铁甲在当时的价值可想而知。说得不错，这些棺椁和甲胄都很有历史价值，绝对不能损坏。可就在这时，赵浩竟然趁着安保人员不注意，溜到了距离他最近的赵瑞雪身后。都别过来！谁敢动我就杀了他！赵浩，你赶紧把刀放下，这样是违法犯罪。只要我能安全出去，我爸妈动用关系能让我没事。赵青儿，把那个破印章给我扔过来！好，我给你，别伤害瑞瑞。看到情况如此紧急，张青儿也顾不得这是自家老哥的东西了，赶忙翻出发球印后就要扔过去。但就在下一秒，赵浩猛然感觉自己持刀的手从身后被人抓住，啪吧，伴随着一声关节断裂的声响，他的胳膊瞬间失去力气，匕首也脱手落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来人，发现是个女子，
身穿一袭劲装，背后还挂着一把看不出材质的雨伞。我去，这人是谁啊？一脚就把赵浩给废了，而且长得这么漂亮。楼上的，收起你龌龊的心思，墓道里可是有识别群的。女人绝对是个身手恐怖的盗墓贼。我操！他朝主播过去了。再敢拿枪对着我，下场和他。搬山道人真的存在。他朝主播过去了。确实是张先生的妹妹，这倔强的眼神长得还挺像。放心吧，张先生让我们照顾你。姐姐叫杨淑柔，是南派搬山一脉的传人。看来里面的东西醒了，准备战斗。马德，你们当我不存在啊？打伤了我爸妈能让你们死？赵浩，你有完没完？他已经确定张青儿的身份与九门四派息息相关，这件事连上面那几个老头都重视无比，这个崽种竟然还搞不清情况。你可当心点吧，等会儿怕是会有东西要来收拾你。马德，你以为你是谁？敢恐吓老子！就在赵浩癫狂不已时，猛然感觉背后有种强烈的危机感。只见墓室中央的棺椁里竟然有了动静，原本安静躺在其中的白起顿时坐起身来。这时众人才明白杨淑柔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墓主人事变了。要知道白起生前就是不拜杀神，现在死后事变，那不得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吗？这谁顶得住啊？随后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白起的尸体从棺椁中走了出来，径直朝着离他最近的赵浩而去。我动不了了，谁来救救我？赵浩哪里还有之前强硬的胎，甚至害怕的连动都不敢动。同时安保人员与教授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去营救。下一秒，白起居高临下的来到赵浩跟前，一把将其抓起，张嘴咬了下去。快跑！快跑！安保人员大喊一声，立马对准白起就扣动了扳机，瞬间大量子弹直接轰到白起身上，但根本没用。危急关头，杨淑柔凌空跃起，一脚朝着白起的头上踹去，随着一声闷响，对方被踹得连连后退。但落地后，杨淑柔也是皱起了眉头，搬山一脉的拳脚，也只能让他退一步。结果没想到全力之下只是让这大粽子倒退，看来得出全力了。一念至此，杨淑柔欺身而上，双手死死扣住白起两侧肩膀。他下意识看向了白起的脖颈，发现其皮肉上已经长出绒毛。糟了，这粽子是白毛猴。没想到白起竟然变成了这种东西，怪不得实力如此强悍，就连魁星踢斗对他都不起作用。据说人死后僵而不腐，是为僵尸。100年后皮肉做到骨头，每10年从骨骼上长一圈红筋，红筋长满全身。再过100年，从红筋开始生白毛，就是白毛猴。好后以食人为生，又化黑毛、红毛，最后是金毛。面对这种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转身逃跑。毕竟除了张先生之外，九门四派里的任何人见到这玩意也没有十足把握。可一想到张先生的妹妹还在这儿，杨淑柔便觉得自己不能丢下不管。愣着干嘛？用枪械轰他膝盖，让他无处借力。不用紧张，已经死透了。淑柔姐真的没事了，这是白毛猴人为炼制的凶物。杨姑娘，白毛猴到底是什么？人死后不腐成酱，100年生红筋，再100年生白毛食人。在开玩笑吧？白毛吼出去得死多少人？杨姐太惨了，这粽子比仙人还吓人。我现在更想知道是谁把白起炼制成了大粽子。而墓室里的几人也是震惊无比，怪白起会被陪葬在这，原来是要利用他的实力炼制白毛吼来镇守墓葬。
说起来，这白毛吼杨淑柔也是第一次见。以前听老辈人说起过，白毛吼的炼制方式非常特殊。首先就必须要找到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龙血木，打造出一口养尸棺椁。尸体生前必须要杀孽缠身，在墓葬中放置千百年时间，还有可能炼制出白毛猴。还得是始皇陵陪葬坑这种大墓，除非是皇家，否则哪有人能找到1000年龙血木？想到这里，杨淑柔看了看旁边白起的光，又转头看向张青儿。偷偷告诉你，这次9门4派估计全都要行动起来。以后你见了其他哥哥姐姐，嘴甜一点，还会有更多礼物。青儿，这罐椁里的东西尘封了这么久，也不知道有多少病毒，别乱吃啊！但张青儿知道自家老哥的朋友不会害他，于是将其塞进了口中。随着血液入腹，他明显感觉到胃里有团火在燃烧，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晰的视觉。张青儿赶忙试了试，发现自己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此时直播间的网友也被弄得一头雾水。主播吃了什么？这是瞬间满血复活啊！我记得血迹好像是药材吧？刚才给你吃的可是年代久远的麒麟血迹，是由1000年龙血木才养出来的。瘦肉姐，你刚才说还有哥哥姐姐要来，这什么意思？张先生离开前留下过话，如果有一天他的妹妹也进入盗墓界，9门4派的人就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我只是距离最近，所以来得早。想必现在其他9门4派的成员也开始行动。与此同时，一座道观中，一名年轻道士正看着眼前的平板电脑。此人名叫风道奇，乃是如今这一带的关山太保。张先生的妹妹进入到墓界了。看着屏幕里的内容，风道奇激动无比。这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那时他为了寻找一只丹炉，在云南挖掘一座古墓，但谁知道那竟然是个血尸墓。墓主事变得太过突然，他几乎就要死在墓里。危难之际，遇到了同样来寻墓的人，你不仅将其救下，还将丹炉以及一张丹方送给他。为了感激你，他当时就想加入9门4派，但你那时还有要紧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也没完成。这几年来，风道奇一边刻苦演习炼丹之术，一边寻找有关你的消息，却没想到在今天竟然看到了张青儿。不行，时间不等。这个你用得上，9门4派的事以后再说。当晚，全网都掀起了一股滔天热，从最开始讨论9门4派的事情，到询问张青儿缺不缺嫂，甚至还有人提议让官方召安9门4派，这样就能安全地开发始皇陵了。大家看看吧，现在我们已经基本确定，这次进墓的那个搬山传人是真的。大家都有什么看法？领导，我觉得这件事或许能够协助国家考古局将始皇陵主墓的开发计划提上日程。相可以，不过你们的行动必须向上级进行汇报。爸，你一定要为我们娘俩做主啊！家的香火，岂是谁说断就能断的？老爷子，我回来了。二爷，洪熙回来了。此人正是赵有言的儿子，赵彩凤的亲弟赵洪熙，而他因为追求自由，已经离开赵家10几年了。没人知道这期间赵洪熙到底经历了什么。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竟然会回来。我这个当二叔的也不能干看着。虽然他们人在古墓里，不过我有把握带人进去找到他们。苦你了。不过据说9门4派的人都要过去，你难道要自己一个人去报仇？不用再找人了，我这2个朋友会跟我一起进墓，而且还有其他兄弟。场上好。
好几次把我从死人堆里拽出来的兄弟。开药。啥？南越战场？他这么多年，竟然是去打仗了。啥？南越战场？他这么多年，竟然是去打仗了。在开发过程中，尽可能多了解张青儿哥哥的线索。感觉怎么样？药效应该吸收的差不多了吧？谢谢舒柔姐。其实对比我们能给你的好处，你哥留给你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宝。就比如你带来的那把刀。如果说发丘印是宝物，我还相信，但这把刀又不是九门四派的传承，怎么就真？原来这把刀是你从一座唐代大墓中取出来的，相传是铸剑大师张雅九用天外云铁打造，取名黑金骨刀。曾用此刀斩杀数百个大粽子，其中所蕴含的血杀之气，对墓葬中的各种邪虽有克制之能。对了，舒柔姐，你刚才说这把刀是云铁打造，沉重无比，但我怎么没感觉到？需要以充足的血气来祭刀，才能将它唤醒。啊，血祭刀？别误会，姐姐不是这个意思。能让你祭刀的东西就在这里。